你知道吗？自体免疫疾病也有潜伏期，而且居然可以长达5到10年。是否能够提早发现，早早逆转自体免疫疾病的宿命呢？大家好，我是 Dr. Lin。在现今的时代，有越来越多人罹患自体免疫疾病。比如说，全世界大约有 1.5% 的人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在美国曾经有一个研究，他预估在2040年前被诊断出这个疾病的人将会成长49%。也就是说，大约20年后，美国成人里每4个人就会有1个人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听起来真的很吓人。自体免疫疾病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认错了敌人，反过来去攻击自己的组织和器官，造成全身性的破坏。常见的自体免疫疾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僵直性脊椎炎、桥本氏甲状腺炎、干燥症、溃疡性结肠炎等等。虽然疾病的种类有很多，但发病的机制其实都很类似。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3个你可能没有听过的新观点。观点1：自体免疫疾病是有潜伏期的。我先用大家最熟悉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来当一个原型 prototype， 阐述一些新观念。研究发现，其实在被诊断出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前，身体就已经产生出不同的自体免疫抗体 autoantibodies， 而且是早在发病的10年前就可以被侦测到了。还有另一个研究发现，在有关节肌肉疼痛人当中，自体免疫抗体指数最高的人，5年后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62%。因此，我们可以说，自体免疫疾病的潜伏期 （preclinical stage） 真的是可以高达5到10年。临床上，我有许多北美的华人患者，他们在血液检查报告上的确3不5时就会出现不正常的自体免疫抗体。他们身体通常会有些不适的症状，但还没有完全符合特定某个自体免疫疾病的诊断标准。因为自体免疫疾病的诊断通常要同时符合多个条件，但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处在潜伏期了。可是大家也别太过紧张。曾经有一篇回顾性文献指出，在潜伏期时，越早介入，越可以延缓，甚至是避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生。观点2：过敏是一个警讯。我们在临床上常观察到，过敏像是异位性皮肤炎、气喘，常常发生在自体免疫疾病发病之前。这是因为过敏其实就是代表免疫系统已经过度反应咯。如果这个过度反应的问题没有真正被逆转，而只是用暂时抑制的方式在处理，像是使用类固醇啊、抗组织胺或是支气管扩张剂，症状会被先压下去，但是免疫系统失衡的问题一样是存在的。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免疫系统只会越来越不健康，越失衡，更严重的免疫问题可能就会跑了出来，开始攻打自己的组织器官。这时候自体免疫疾病可能就发作了。我曾经有位华人男患者，他本身也是医疗人员，他在孩童时期就有异位性皮肤炎，总是皮肤抓得不停，类固醇也擦得不停。到国中之后呢，他就开始有了气喘症状。到了上医学院的时候，僵直性脊椎炎就发作了，只好吃消炎药、止痛药才能止住他的下背痛。幸好后来他在自然医学的协助下，才整个根治，多年后也没有复发。我描述的这个现象，就像是星际大战一样，有3部曲，从异位性皮肤炎到气喘，最后进展到自体免疫疾病。因此，若你现在有过敏症状，会有其他免疫系统的毛病，千万不要小看它，要赶快调整，不要随着时间放任它，而是应该在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之前就把它解决掉。所以咯，亲爱的家长们，请不要忽略你家小孩的过敏问题，千万要根治。观点3：基因是可以被操控的。有些自体免疫患者才会很绝望的问我是不是遗传到坏基因才会这样啊？若是基因遗传的，那是不是没救了啊？基因遗传 （genetic predisposition） 跟环境因子对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率跟恶化有非常大的关系。以类风湿性关节炎来说，几乎有1半的发病原因的确是因为基因。在疾病还没有爆发之前，这样子的基因遗传现象就已经让患者开始进入一种容易发炎的状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容易发炎体质。但其他因素像是饮食啊、生活作息、环境毒素都会影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作与否和严重程度。所以如果你1半的命运是被基因决定的，但是其实还有另外1半的命运就是你可以掌控的，那这个就是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 的专业范围。所谓 epi 的意思是指上面，
Genetics 意思是指我们的基因，表观遗传学就是以不改变 DNA 序列的前提之下，透过某些机制引起基因或细胞表现型的变化。白话的说，就是看你要打开自体免疫的基因，还是要关掉自体免疫的基因，就看你要不要让它表现出来。只要不是太严重的先天基因突变，研究发现我们是可以去影响和调控基因的表现。比如说，抽烟在带有自体免疫基因的人身上，容易诱发自体免疫疾病发作，因为抽烟会导致类风湿性关节炎 anti-CCP 抗体的生成。所以抽烟就是一个标准的环境因子，把你的发病基因给唤醒了，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了。所以想要不生病，建议大家一定要戒烟和远离二手烟跟三手烟。有趣的是，每一个人的环境诱发因子都不同哦。有些人是某些特定的食物，有些人则是酒精、抽烟、空气污染，或者有其他环境毒素或某些慢性感染。那这些环境因子呢，都需要细心的一一找出来。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如果想要提早预防自体免疫疾病，你需要知道什么？第一，自体免疫是有潜伏期的，如果有征兆，越早处理就越能够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作。第二，过敏是一个警讯，千万不要忽略它。第三，基因是可以被调控的，远离和去除诱发因子，可以帮助你远离自体免疫疾病。今天影片相关的文献资料，我们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中。自体免疫本来就是个复杂而且涉及多重器官和系统的疾病，所以呢，我们都必须要像当侦探一样，一定要有耐心加细心。希望今天这3个新观点可以为大家带来新希望。关于各种自体免疫疾病的知识，大家可以去复习前面的第35集影片。别忘了订阅、按赞跟分享哦！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